唐高宗李治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继承者，在影视作品中总是一副无能的样子，不是被大臣牵着走，就是被女神牵着走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讲讲李治，看看到底是否真的如电视剧中演的一样，是个无能的皇帝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。小心好奇过了头，把脑袋都给丢了。李治是唐太宗和长孙皇后的第3个儿子，李承乾作为嫡长子，是早早的就被立为了太子。但是老二李泰不死心呐，一直在积蓄力量，和李承乾明争暗斗。李承乾后来看他老子年纪大了，还担心同样被父亲宠爱而且有能力替代自己的李泰谋夺太子的位子。在一次针对李世民的暗杀行动失败后，他决定发动逼宫，就想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去逼老皇帝退位，联合李元昌、侯君集等人起兵逼宫。但是李世民是谁？身经百战，丝毫不带慌的。最后李承乾被废幽闭，太子被废，这让觊觎太子位子已久的李泰燃起了希望。李承乾的事情让李世民极度的失望，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去屹立储君，结果这孩子搞出来逼宫，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这下他又要为太子的位子心烦了。于是他就把大臣们召集起来，把这个难题给了他们，到底是选李泰还是选李治？当时看着各个方面来说，李泰都是稳稳的太子了，但是他为了自己更保险一点，他就去威胁李治，让他小心点，不要来和自己争着太子的位置。他知道和李承乾一起逼宫的李元昌和李治关系很好，要是这件事儿被皇帝老爹知道了，李治也没有好下场。李治在被李泰吓过后，一天天魂不守舍的。有次李世民见到就问怎么回事，一天天恍恍惚惚的，李治就一五一十的和自己老爹说了。李世民听后心里就有了太子的人选，那便是李治。他深刻地认识到，太立承乾晋王皆不存，晋王立太共承乾可无恙也。他还是很爱自己的孩子的，不希望他们背上杀兄弟的恶名。只有立这个不喜与人争的李治当太子，才能保全其他的孩子。但事实真的和李世民预想的一样吗？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，李治坐稳了太子的位置。据史书记载，在贞观18年，唐太宗争高句丽的时候，李治每天都很难受，神色悲哀，整天啼哭，一副十分担心父亲的态度。在李世民大军凯旋的时候，李世民生了个大毒疮，李治二话不说，上去就吸出毒脓，而且每天都陪伴着李世民左右。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出于政治目的，他已经是稳稳的皇位继承人了。在李世民驾崩后顺利登基，成为唐朝的第3位皇帝。那么李承乾、李泰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，他为什么只帮李治呢？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李治肯定对长孙无忌许下了承诺。人心都是贪婪的，虽然长孙无忌当时已经是群臣之首了，还是国舅，但是他肯定也想再进一步。李治就许诺，等他登基之后，就给长孙无忌一个比现在再高一点点的位置。就算前边都是皇帝了，那就在皇帝后边加一个官职。不得不说，李治是真的聪明。李泰本来是想吓唬他一下，没想到他借力打力，动动嘴皮子就把李泰击败了，同时利用长孙无忌稳固住自己的位置，其心智绝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不过长孙无忌的目的也达到了，李世民在去世前给李治留了3位顾命大臣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和李绩。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结成同盟，朝堂上根本没有李治发挥的权利，李绩也是很难干预。李治登基之后，国家的很大权力都在长孙无忌一个人手里。李治想着怎么把权力从舅舅手里夺回来，他需要找到的突破口扳倒长孙无忌，于是就有了废王立武这件事。武媚娘我们都知道，这件事是武媚娘利用李治上位，同时也是李治利用武媚娘拿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利。长孙无忌等太宗旧臣对于武媚娘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。武媚娘早期进宫的时候是李世民的妃子，李世民驾崩后就去了感业寺。按照关系来说，武媚娘可以说是李治的小妈了。李唐就算再开放，武媚娘再成为李治妃子，这件事情也就太过分了。所以长孙无忌等人一直持反对的态度。现在李治还要废掉王皇后，立武媚娘为皇后，对于他们来说就过分了。而且王皇后是属于长孙无忌的关陇贵族集团，是5姓女。5姓指的是世家贵族中最尊贵的5个姓氏，分别是陇西李氏、赵郡李氏、
柏林崔氏、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、太原王氏，这几个也被称为五姓七宗，一直都是族内通婚，保持他们高贵的血统。现在皇上要立一个外姓人为皇后，那不就是打他们的脸吗？他们肯定不愿意的。起初李治说废王立武的事实，大臣们纷纷反对。一段时间后，李治找到了突破口，那就是李绩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不是关陇集团的人。李绩是一个十分重情义的人，对皇帝也十分的忠心。当初单雄信兵败李唐，同为瓦岗出身的李绩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去给单雄信送行。虽然他后来没有参与到玄武门之变，李世民对他还是十分的看重。他一直看长孙无忌很是不爽，一个臣子竟然置皇帝于不顾。李绩一句“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”，坚定了李治废王立武的决心。虽然这句话对李治有用，但却十分的没有道理。皇后的立废和太子一样，从来都不是皇帝的家事，而是国事。不过无伤大雅，当然一个李绩还是不够的。他提拔了不少寒门子弟参与朝政，并且将武媚娘也推上了朝堂参与朝政。武媚娘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她能不了解李治想要干什么吗？在李治的默许下，他手下也出来了一大批人参与朝政。在武媚娘手下中，有一个人成为了扳倒长孙无忌的关键，许敬宗。他抓到一个犯人，从他口供中得知长孙无忌参与谋反。虽然李治不相信长孙无忌谋反，但是扳倒长孙无忌，打击关陇集团的最好机会，错过的话也就没下次了。他便派许敬宗和辛茂将二人去审理此案。许敬宗向李治建议，长孙无忌谋反已经有了苗头，不过被他得知我们已经知晓，他怕是要鱼死网破，应该紧急处理这件事儿，将长孙无忌逮捕。李治这种时候哭着说，我怎么能给自己的舅舅判罪呢？以后的史官会怎么看待我？虽然表面上这么说，背地里可能已经笑出声了。许敬宗又给他举了汉文帝杀舅舅保天下的例子，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后果，让他别演戏了，赶紧下命令吧。李治也没和长孙无忌对峙，直接罢官除名流放，不给长孙无忌一点反驳的机会。在长孙无忌被驱逐后，他又派许敬宗去彻查这件事儿，让他们给长孙无忌好好准备个罪名。长孙无忌在被除名流放后一段时间后，终于理清了来龙去脉，搞清楚了自己到底输在了哪里。在想通这些后，长孙无忌选择了自尽。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外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，但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将自己逼上绝路的？李治在掌握实权后，不光稳住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，还为以后的大唐盛世打下了基础，多次远征灭国，巩固领土。从各个方面来讲，他都是一位很成功的皇帝，绝不像电视剧上演的小丑一般的角色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